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10年前，我向他表白，他说他也喜欢我，可却不想早恋，相约共赴清华。可几天后，他上了阔少的车，我去阻拦，他下车，冷冰冰地说：“你对我的喜欢一文不值。”顾言却可以让我飞上枝头，哪怕他只是想玩玩，我也不想被一文不值的喜欢，更想被锦衣玉食的玩弄。我愣在原地许久，直到顾言对司机说：“撞死他报保险。”宾利引擎的轰鸣声吓得我双腿发软，瘫坐在地。顾言下了车，搂着他，居高临下的对我说：“呵，穷人。”他深深看了我一眼，说：“把我忘了吧。”10年后，我回到这座城市，已然是商界新贵。恰逢同学会开在我的私人会所，我再次看到他。黑曜会所是我回到苏城时盘下来的，我需要这样一个高端的场所来接待苏城的权贵们，所以我没指望着黑曜会所能赚钱。它存在的意义就只是筛选身家过亿或者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才能拿到入场券。今天的客人比较特殊，是主管苏城经济的方伯，他不喝酒，只喝茶，且不饮贵茶。我们闲谈3、5句，便已经定下了过100亿的项目。他接了市里的电话，我不方便在附近，便先出了雅间。这时助理赶过来，过窄的裹臀裙让他走去路来，摇曳生姿。他那张酷似猪猪的脸以及过犹不及的身材，无论看过多少遍，都会令人难以自拔。许先生，楼下锦兰阁来了个地产2代，你要去看看吗？江晚声音甜腻，语气软糯。我看了下方伯所在的雅间，犹豫片刻说：“去看看吧。”毕竟方伯的电话通常要半个小时起，我总不能一直等在外面。而作为商人，各行业的翘楚自然都要接触，能够让江晚来通知的，自然也是有些分量的，该见见。我去了楼下锦兰阁，拿着一瓶不错的酒，敲了门，进。里面有人喊，我拉开门，面带礼貌却疏离的笑容走进去，可还不等开口，便愣住了，因为我看到了熟人，很熟却也很陌生的一群人，正对着门的位置，自然是主位，那里坐着的自然是最有分量的人，正是顾言。过去10年了，我却总会想起被他的宾利吓到瘫坐的一幕，也记得他那呵穷人3个字。然后我也看到了他了，苏清雨，那个曾经说我的喜欢一文不值的他，如今坐在顾言身边，怀里还抱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5年前，我在京城见过苏清雨一面，当时他正在谈业务，正被人灌酒，他拒绝，被打了巴掌。我为他解了围，他说他想喝点酒，他醉醺醺地对我说，他可以自己喝到烂醉如泥，但却不会被人灌酒到烂醉如泥。他说这是尊严，这是底线。可他明明说过，他不想被一文不值的喜欢，更想被锦衣玉食的玩弄。怎么5年过去了，他就忽然要起尊严了？然后我问他，他的底线值多少钱？我买。他哭了，却又倔强地用力擦掉眼泪，然后说不要钱，白给我了。我对他说，你敢给，我就敢要。那晚我带他回了家，可等我醒来时，他却已经不见了。我想过找他，甚至是没骨气的想要追回他，可最终还是作罢。后来我离开京城，也以为他还在京城发展，却不想也回了苏城。妈妈，团团想吃虾。那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忽然说，而且还结婚了。那么她和顾言结婚了吗？顾言忽然说，来团团，爸爸给你家。他说这话时，先挑衅似的看了我一眼，然后便一直盯着苏清雨看。
老同学，我们有10年没见了吧？听说当年你可考上了清华，怎么混了几年，成了服务生了？顾言给那小女孩夹了下，再看我时，脸上已经写满了嘲弄。快30的人了，却还是个服务生，你可是男人啊，许流年，不丢脸吗？好歹你也当个领班啊！他说完，其他人便大笑，在座的各位就如10年前一样，习惯性的给顾言捧臭脚。他们的逻辑很简单，顾言对谁，他们对谁，以此示好，来换取好处。读书时，这好处可能是顾言随手丢的一包烟，那么如今或许就会是一份体面工作吧。为了生活嘛，不寒碜，能理解。我笑着将酒放下，看着顾言说，我来送瓶酒而已，祝你们玩得开心。说罢，我便打算离开。其实我有想过，是不是要摆明身份，打一打这位阔少的脸。可成熟的商人是有自由修养的，这么幼稚且降智的事情不会去做。至于苏青雨，我没去看他，因为没有意义。他都结婚生子了，又何必纠缠，更不会放不下。许流年，顾言没说你可以走啊。这时候，距离门口的10号站了起来，他从来都是顾言的头号狗腿，10年前就是。如今也一定是，否则他不会坐在靠门口的位置，坐在这里是方便帮顾言跑腿。顾言也站起身，双手撑着桌子说，许流年，10年没见了，既然赶上了同学聚会，那就聚一聚吧，我还要工作。我淡淡一笑，我也努力，争取30岁之前当个领班。然后哄堂大笑。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黑药会所的领班很值得笑吗？扣除5险1金后，还有2万的月薪，以及年底第13个月的薪水，还有各种补贴，这样的工作可笑。我仔细看了他们的样子，衣着光鲜不假，却也只是商场随时能买到的牌子而已。放在桌上的车钥匙也是中低端居多，可他们眼中却依旧写满了成就感。他们的优越感哪里来的？一个叫王小静似乎瞧见我看他车钥匙了，阴阳怪气地说，许流年，你该不会连车都没有吧？我这福特虽然才10几万，但好歹也是4个轮子的，你现在还骑电动车吧？啊，我扫共享单车。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大平层，距离会所很近，平时来回我真的是骑车。然后还是哄堂大笑，似乎我不来，他们就没人可以取笑了。毕竟都是顾言的狗腿子，谁也笑话不到谁。王小静对苏青雨说，青雨呀，你当初甩了他真是明智之举，否则你现在可能就要坐在自行车上哭了。他们又笑，尤其是站在我对面的时候，仰头笑，我都能看到他后槽牙了。苏青雨的脸色很难看，甚至是有些苍白，不敢看我，目光很闪躲。他在怕什么？是怕我将京城的那一夜说出来吗？我没那么幼稚。顾言敲了敲桌子，笑声停下了。他指着我说，许流年，你留下，回头我和江特助说说，让他给你挪位置，当个领班不是问题。顾言见我没说话，便又笑了。你可能不知道江特助，他是会所老板的助理，你这种小服务生没机会见也正常。就算是有机会见，人家江特助什么身份？那可是顾言他老爸见了都要客气的人物，能搭理你这种小服务生？这也未必，毕竟咱们许流年还是挺帅的，也许江特助会包养他呢。王小静听完一笑，那咋了？就算包养，那地位也跟狗差不多，充其量就是个宠物。我真想问问他们，我是不是挖他们家祖坟了？至于吗？不过我实在是没空跟他们扯皮，
也不想被他们知道我真实身份，否则肯定会有人过来阿谀奉承要好处，狗皮膏药一样，很烦。大家好好玩吧，我真要走了，否则工作就要不保了。我笑着说完，再次打算离开，而就在这个时候，10号却忽然推了我一下。许流年，给你脸你不要是不是？顾言给你脸了，你就得跪下。伸出双手接着，10号指着我的鼻子说：许流年啊，等你真有钱了，我肯定把公司卖给你。顾言笑过之后，却又说：不过啊，等你有钱了，我们家公司却也更值钱了。我没接话，10号倒是个好捧哏的。顾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公司又有大项目了？是啊，我可听说了，这黑药会所的老板是咱们苏城一哥花了大力气请回来的青年才俊。听说这人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是过100亿的项目。最近这些年，苏城商界快转不动了，最新的开发区空置了一半。听说这位就是冲开发区来的，我爸和咱苏城一哥有点交情，到时候拿点项目，那不是又赚大发了？顾言一脸卖弄地说，他所说的一哥其实就是方伯。顾言说完这些后，便又看向我说：许流年，我可还记得当年你被我家宾利快吓尿的事情，那宾利我还留着。你现在会开车不？会开车的话，你来给我当司机吧，那辆宾利给你开，我只开过国产车。我如实道。然后他们继续哄笑，笑点有这么密集吗？我在京城时去德云社听相声，都没这么密集的笑点啊。可能是看我也不说话，而且也不恼怒，他们有一种挥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都有点不高兴了。尤其是顾言，本就是留下我戏耍的，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我了。他指着桌子上的一瓶酒说：顾言，飞天茅台喝过吗？挺贵的，今天给你个尝鲜的机会，你把这瓶酒干了，我就让你走。我是不喝酒的，因为喝酒伤脑，我不喝酒。我摇头，而且我也不想跟他们玩了。见他们没完没了的样子，便只能摊牌。顾言，其实我就是黑药会所的老板，你刚刚说的那个100亿的项目也是我主导的。说这话时，我是非常认真的，可是他们却都不信，一个个看我的表情，就真的像是在看猴了。然后再次爆笑。10号指着我说：许流年，你可真敢吹，你在清华主修的就是吹牛逼吧？我真快笑死了，你咋不说你是秦始皇呢？王小静也狂笑起来。我叹了一口气，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的认知是不是出了问题？清华毕业的当服务生，你们见过？他们愣了一下，可眼中却依旧是不屑。顾言冷笑说：你是不是服务生重要吗？重要的是，你即便是清华毕业，你在我面前依旧是穷人。他站了起来，指着那瓶酒说：你喝了这瓶酒，或者是我用这瓶酒给你开瓢，你选一个吧，是不是喝了就能走？苏清雨却忽然起身，他拿起了那瓶酒，深呼吸一口气说：我替他喝，然后让他走。他为什么帮我？怕我留在这，被逼急了，然后把那一晚说出来吗？我看着他，内心有些无法平静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锦兰阁的门被人打开了，江晚和方博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方博是时常上本地新闻的，所以多数人都认得他，而江晚作为我的特助，并且没有刻意回避公众视线，所以也算名人。顾言见他们忽然进来了，立刻谄媚着走了过去，躬身道：方伯伯、江特助，你们怎么来了？其他人见状也立刻起身，只有我依旧坐在那橡木桶上。顾言见状，
立刻怒斥道：“许流年，你给我站起来！没看到谁来了吗？”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了。我不慌不放地取出一块糖，慢条斯理地扒着糖皮，头也不抬地说：“都是熟人，没必要这么客气。”然后我将糖放入口中。我用脑的时候多，习惯了吃糖。叔叔，甜吗？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面前，仰着头，眨巴着水灵的大眼睛盯着等我看。我掏出一块糖递过去说：“自己尝尝。”苏青雨，管好你的野种！顾言忽然呵斥：“这是什么场合？让一个小野种跑什么跑？野种！”我愣住了。苏青雨的面色苍白如纸，放下那瓶酒，便去将小女孩抱在怀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顾言还说是这小女孩的爸爸，怎么就成野种了？正在我胡思乱想时，我忽然感觉到头疼了一下。是10号走了过来，用酒瓶砸在我头上了。他怒斥：“你个狗杂种，让你站起来没听到吗？”他太想进步了，想在顾言面前露脸，更想在方博和江婉面前露脸。哗啦，苏青雨顺手抓起那瓶飞天茅台，就砸在了10号头上。你再动他一下，我杀了你！10号捂着头，满手满脸都是血，一脸不可思议。而江婉在短暂的错愕后，已经跑了过来，立刻帮我检查头部，见没什么伤口，这才松了一口气。他却也将我的头保护在怀里，冷着脸对顾言说：“姓顾的，我看在你老子的份上，才破格让你进了黑药会所，你怎么连你的狗都管不住？打到我老板头上了！”下一刻，全场愕然。刚刚他们爆笑得多热烈，此时脸色就有多苍白。江婉继续说：“都给我听好了，我是京城江家的，他许流年是我放着总裁不当，也要来做他助理的男人。你们今天动了他，我让你们都不得好死。”京城江家，10号和王小静他们根本不知道京城江家是什么存在，可是顾言却已经面白如纸了，颤颤巍巍地说：“京城江家，那个3代人有8人入内阁的江家。”方博也走到了我面前，有些焦急地问：“小许，要不要先去医院？项目的事情等你没事了再谈，至于这些人，我处置就可以了。”方伯伯，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这个许流年就是个穷人，10年前就被我差点吓尿的废物啊！顾言声音颤抖地问。方博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说：“你父亲说想要参与这次的建筑项目，我对他说过，承建方是要由小许来做选择的。这位就是我好不容易请回来的小许，许总。”许流年。这一刻，锦兰阁内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就连苏青雨看我时，也是眼中充满惊骇，还有那么一点点委屈。我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老方，咱们回头再聊吧，今天先到这了。”“好，那我等你电话。”方博点点头，然后对江婉说：“婉婉，那你晚上可要好好照顾小许。”“放心吧。”江婉点点头。而顾言他们明显是不想立刻离开的，但是会所的保安却已经冲了进来，将他们都给带走了。就连抱着团团的苏青雨也被带了出去。他时不时回头看我，而江婉却是忽然扑进我怀里说：“我还在呢，你就看别的女人，不怕我吃醋。”然后我看到苏青雨流着泪离开了，我张了张嘴，没说出任何话来。没多久，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私人医生过来帮我简单检查，确定了没事后，这才离开。我瘫坐在沙发上，不远处江婉倒了一杯酒，就靠在钢琴上小口啄着。
她那红唇沾了红酒，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其实，自从与苏青雨在5年前偶遇后，我身边一直不缺女人。我也想和江晚试试来着，但她不喜欢男人。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我不停地换女人，是因为本性如此，还是想要以此来抹除谁在我心中的位置？那女的，你们认识？江晚忽然问。我点点头，然后将10年前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下。至于5年前的偶遇，我却没说。江晚很认真的看了我一会，说：“我能看出来，那女的对你有感情，爱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啊！我愣了一下，然后苦笑，说：“这些没意思了，她都有孩子了，有妇之夫，你又不是没睡过。圈内人说你为武夷风白说的。”江晚白了我一眼，那都是意外，我并不知情。我叹气，事实上，许多接近我的女人，我都没当回事，甚至有些女人是她们丈夫默许了才接近我的，为的就是我从手指缝中露出去点利润给他们。不过他今天好像的确想护着我，而且我被打后，他还帮我打了10号。我搞不清楚这苏青雨到底是怎么想的，找人调查，或者是你亲口去问。江晚将酒杯放在钢琴上说：“走了，你自己想想吧。我泡妞去了，调查吗？算了吧，还是亲口去问问吧。”我下定了决心后，便直接躺在沙发上睡了。隔天我醒来，是江晚来叫的，而且顾妍那一群人也都来了。他们走到我面前，齐刷刷的就跪下了。顾妍直接抽自己的巴掌说：“许先生，是我错了，求您别往心里去。您要是不解气，就惩罚我们吧。”我靠在沙发上，还有点迷糊，毕竟刚刚醒。江晚用湿毛巾帮我擦脸，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们有事。我缓和了片刻，才看向了顾妍他们说：“你们起来吧，昨晚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作为商人，即便我想报复，我也不会说出来。有句话说得好，咬人的狗是从来不叫的，整天咋咋呼呼的，从来都是没什么本事的，而真干大事的是从来不会对敌对者透露意图的。您真不计较？”顾妍不可思议地问。毕竟他作为横行苏城的富二代，可都是睚眦必报的。我点点头说：“说了你们可能会不高兴，但事实正是你们不配与我为敌。你们走吧。”除了顾妍，其他人脸色都没有什么变化。顾妍却犹豫了片刻，问：“那许先生，我们的合作的事情，我和与你父亲谈，这也不是你能做主的。”我笑着说：“我是商人，不会因为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去做伤害双方利益的事情，不划算。所以你放心走吧。”顾妍点点头，如临大赦，带着众人离开了。当门关上之后，我脸色变了。我看了江晚一眼，说：“10号用右手打了我巴掌。”明白了。江晚拿出电话，拨了个号码，说：“曲熊掌，要右手。”我又说：“顾妍家也该破产了。”江晚点点头：“这我亲自操盘，有方伯配合，不是难事，本就不是难事。我做生意都是先与人为善，可如果谁敢拦路，那我就是最心狠手辣的。”我又安排了一下工作后，这才离开会所，坐上了我的国产车。还真是国产车。王小静躲在一个角落小声说，头上裹着绷带的10号说：“大姐，这是红旗国礼，落地价800多万，他这个肯定特殊改装过，不会低于1500万，而且不是有钱就能买到手的，要过政审，而且还有一定的社会贡献才有资格买。”拉倒吧，国产车还能这么贵？王小静撇嘴，顾妍面色却更苍白了。真就这么贵？他心中有些悲凉。
他身边的人竟然连这车的价值看不出，而江晚却如此护着那个男人，这就是差距。顾言开车走了，回到了公司，见到了他老子。顾父连忙问：怎么样，解决了没有？顾言松了一口气说：许流年说不计较，他说他是商人，不会为了私人恩怨而破坏双方利益，还说会与你谈合作，到底是做大生意的，这格局不是我能比的。顾父先点点头，随后便从办公桌后站了起来，他大声问道：你说许流年不计较，并且还要跟我谈？是啊。顾言点头。顾父一拍桌子道：我可刚查了这些许先生，他表面上与人为善，但得罪过他的都没好下场。京城一个大少被他设局2年半，在国外除掉的，命都没了。顾言有些不可置信地问：爸，你是不是想多了？你先不要乱走，就在公司，我会派人保护你，等我解决这件事情后再说。顾父忙说。而就在这个时候，顾言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那面就传来王小静的哭声：顾言，你快来呀！10号出事了，我们被车撞了，10号的右手都被压烂掉了。什么？顾言厉声道：谁干的？你们认识吗？不认识，就是个普通上班族。王小静说。顾言说：先送去医院吧。他挂断电话，见顾父还在。顾父问：怎么了？顾言简单的说了下。顾父皱眉沉思片刻：我派人保护你，去医院看看。当面问：说点好听的，那个10号好忽悠，能用到。没多久，顾言到了医院，而10号的手术也结束了。顾言等到了天黑才醒来。顾言立刻询问，而10号在缓和了片刻后，瞪着眼睛说：我拍了许流年的脸，用右手撕，这么狠吗？顾言深吸一口气，然后就去跟他老子通话了。没多久，他又回来，跟10号说了好一会。而此时的我也总算是找到苏青雨了，他还挺难查的，费了一整天时间，我才知道他竟然住在城乡结合部，而且我去的时候只有团团自己在家，他还记得我，就给我开了门。小女孩太可爱了，奶声奶气的叫叔叔，还给我洗水果。但我在吃苹果的时候，她馋得咽口水，足可见这孩子平时吃水果都算奢侈了。我让保镖去买了水果和零食，然后打量着只有20平米左右的小房子，很小，但很干净，可却依旧有腥臭味，因为左邻右舍都是臭的。我去看了苏青雨的卧室，只有很小的一张床，他们娘俩谁？然后我还看到他的床头有一串佛珠，我拿起佛珠，团团却立刻说：叔叔，你不能动妈妈的东西。妈妈说，除了团团，这是妈妈最宝贝的东西了，最宝贝的东西。这是我10年前送给苏青雨的，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不值钱，但她却一直留着，而且一直在盘玩。为了不破坏木质，还是戴着手套盘玩的。床头柜上就放着白手套的，我感觉心脏好疼。在看团团时，似乎也才知道真相。这时候苏青雨回来了，她是跑着进来的，见到我后眼睛是红的，眼泪止不住的流，然后她将团团抱起来向后退去。你来干什么？苏青雨咬着唇问。我深吸了一口气起身，声音颤抖地问：团团几岁？不关你事。苏青雨几乎是大吼出来，他这个样子，我就更认定心中所想了。你瞒得住我吗？我反问。苏青雨像是没了力气一样，抱着团团瘫坐在地，哭着说：没错，是你的，满意了吗？为什么不说？你就带着孩子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5年，我生气也懊悔。苏清雨声音颤抖着说：“我发现自己怀孕后，我去找过你，然后就看到你3天带了3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你让我怎么找你？”那我哑然，随后却冷着脸说：“10年前你羞辱我，选择了顾言，难道我就不能找其他女人了？再说了，你怀了我的孩子，我即便在意当年的事情，至少也不会让你经济上拮据吧。10年前，10年前。”苏清雨哭着哭着就笑了出来，她抬起眼看着我，眼中满是悲伤。许流年呀，你可能从来都不曾知道，当你第一次给我讲题时，我就偷偷喜欢你了，可我不敢表白。后来是不能跟你在一起，因为顾言在追我。如果我答应你了，那他一定会找你麻烦。他笑着笑着就哭了。后来快毕业了，我和你约定了去清华，但顾言找到我，他说可以不逼我跟他在一起，但我必须拒绝你，否则他会很没面子。他说他没了面子，就会在高考前让你出事。我只能答应他。我听到这里也已经落泪了，哪怕我在刚刚就已经猜出个大概了，却依旧忍不住落泪。他继续说，顾言说，即便高考后我也不能跟你在一起，这辈子都不行，否则他就会想办法毁了你。他家那么有钱，我怕呀。他擦了擦眼泪说，后来我因为这事影响了成绩，虽然也考到了京城，我也去偷偷看过你，可我不敢见你，我怕忍不住，那样就害了你。苏清雨最后看着团团说，如果不是看到你有那么多女人，我为了团团也打算豁出去找你说清楚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苏清雨却又说，许流年，我为你守了5年的清白，那次偶遇给了你后，我又为了你守了5年，可你身边已经有那个江晚了。江晚是我好哥们，他不喜欢男人。我忙解释说，清雨，那些女人我认错，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好好弥补你们。你没错。苏清雨却苦笑，毕竟在你的视角中，你才是被甩的那个受害者。你要是能为我不找女人，那才不正常。他又连忙解释，昨天同学机会，其实我也不想参加，但团团马上就要上幼儿园了，我想给团团换个环境，所以才想去联络一下同学，想找个新工作。然后顾言说是团团的爸爸，他是故意说的，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当时不敢说，他瞪我了，我怕我解释了，他会对你不利，我都懂。我叹了一口气，走过去，将他们母女拉起来，给我个机会好吗？我试探性地将苏清雨抱在怀里，苏清雨没说话，可却也没挣扎。团团有些晕乎乎的，不太明白到底怎么了。这时候，去买零食和水果的保镖回来了，团团去吃东西了。我和苏清雨聊了好久，这才知道她在职场属实不易，因为太过于美丽了，所以她身边总有闲言碎语，而且上司和客户也总想跟她发生点什么，她没办法，只能跟她爸妈去卖盒饭，她哥哥嫂子也会给她帮助，可本就是穷人，也给不出太多。我告诉她，从今以后都不用再为钱犯愁了，因为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钱了。她说她真的无所谓钱不钱的，因为她本就是个物质欲很低的人，但团团不行。当天晚上，我就带他们母女回去了大平层。再隔天，我就让方博给我开了绿灯，先去和苏清雨领了证，又给团团落了户。我让团团喊爸爸，他有点害怕，可还是甜甜的喊了。又是几天过去，江晚忽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开发区，我和苏清雨一同去的。团团有保镖护着在家玩。到了开发区后，
我们走进一个厂房，然后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人，有顾言和石浩，还有王小静和其他几个同学。只不过他们现在很惨，都被挂了起来。不远处是一台粉碎机，此时正在轰鸣，而江晚就坐在一把椅子上，笑容玩味。苏清雨看到这一幕，吓坏了，忙拉住了我的手。我皱眉问：婉婉，这什么情况？这不是江晚的作风，他想搞人，不会直接动用武力，要如何布局，合理的除掉一个人，都是他教我的。江晚忍不住笑了。我买通了顾言他老子身边的人，才知道这些人在密谋害你呢。你知道的，我这人善于布局，但如果对方先出手了，我也会换一种更刺激的方式。江晚又说，我仔细看了看，果然也看到了顾言的老子。顾言见了我，忙大喊：许流年，同学一场，给我个机会吧，我不想死。这时助理赶过来，过窄的裹臀裙让他走去路来，摇曳生姿。我反问，顾言怒吼：许流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手段，你曾经布局2年半除掉了一个京城大少，就算我不害你，那你也会害我。你说的没错。我点了点头说，早死晚死都得死，尤其是知道10年前你威胁青雨的事情，我更想让你死得惨烈点了。说罢，我带着苏青雨离开，对江晚说，不要留下一点痕迹，大火可以熔炼掉一切痕迹。江晚说，没过多久，我的项目正式启动，但我从不会事必躬亲，而是习惯做个甩手掌柜。我只需要制定大框架就可以了，剩下的自然由江晚去做。我每天都会陪着苏青雨和团团来弥补这缺失的10年。后来我们还补办了婚礼，但也没有过于张扬。还有苏青雨的父母和哥嫂，我也都安排得很好。等到项目走上正轨后，倒是江晚经常给我找事情做，然后他去缠着苏青雨。后来苏青雨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了这件事情，说是他和江晚做 SPA 的时候，他被江晚偷亲了。我有点恼火，但却也没有干涉，毕竟苏青雨还挺喜欢江晚的，他和江晚亦师亦友，学了很多东西。再后来，项目不需要再操心，我便带着苏青雨和团团，后面跟着个江晚，一同去看祖国大好河山。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